是中国公民，北京市民，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。今天我们说说为亚逃税这件事儿。近期爱国大 V 司马南因为偷税被罚近千万。司马南一个爱国博主偷税，实际上就和一个禁毒大使吸毒一样讽刺。因为税收的征收主体是国家，征税本质上象征着一国的政治权利，偷税漏税直接侵害的是国家本身的利益，是对国家政权的藐视。所以我认为他谈爱国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。而另一方面，我认为这次司马南被官方通报，可能释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，就是目前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需要被管控了。注意，是管控，不是压抑。事实上，现在已经有很离谱的言论出现了，比如日本已经不够了，要拿下澳洲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随着爱国赛道上的同行越来越多，民族主义被满足的阈值就会越来越高，爱国言论就会变得越来越极端。比的就是谁把中国抬得更高，谁更爱国，谁就更能博人眼球。有些爱国博主已经不惜阉割粉丝认知，来打造一个中国方方面面已经完全超过其他国家的信息茧房。为了挣钱，你们这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我个人认为，这群爱国博主根本不是什么有崇高的理想、坚定的信念的精神领袖，甚至他们本身也很有可能根本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。但是讽刺的是，他们却真的培养出了一群真正的右派民族主义信徒。这些爱国博主只是一群顺势而为、精于算计、靠口才和表演迎合当下舆论需求的商人。这些人只是在中美关系转变、官方调整对美态度后，需要改变社会舆论，随后利用特定的舆论环境做生意的投机者。下面我会简单梳理一下当代中美关系的变化，看一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出现，并解释为什么说他们是同一类人的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时值冷战初期，国际关系风云诡谲。美国刚刚从二战的胜利当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当时最富有、最强大、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，甚至用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取代了原先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。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，美国还不承认新中国政府的正当性，期间朝鲜战争的爆发也使两国的关系急速恶化。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家的老一辈，当时对美国是怎么宣传的，普遍都是敌对和负面的看法。直到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双方阐述各自立场，达成共识，发表《上海公报》，标志着敌对关系缓和。也是这个时期，美国不再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，说明正当性被美国承认。1979年，中美正式建交，由此开启了10年的蜜月期。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给予了中国比较优厚的经济待遇，恰逢改革开放，可以说乘上了起飞的东风。官方态度的转变，开始敞开大门，引进各种美国文化。对于当时的国内大众来说，这种文化冲击是非常巨大的。通过对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来引导民间扭转早前对美国的敌对情绪，为中美合作的正当性提供了民意基础。1991年，苏联解体，美国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，不论是军事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，都拥有当时最强的话语权。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国内涌现出一种向往美国美好生活的舆论环境，而中国以当时的国力选择韬光养晦、闷声发展，尽量压制民族主义。毕竟当时的发展太需要美国，民间反美情绪高涨，是不利于政策推进的。可能现在的人很难想象，20世纪最初的10年，国内的网络环境，如果你宣扬爱国，很可能会招来别人的嘲笑和鄙夷，还有可能会被贴上爱国贼、五毛党的标签。这很好理解啊，如果官方友好合作，甚至要寻求对方的支持和帮助，而国内民族主义盛行，社会舆论认为对方是邪恶的话，是不利于当时的发展路线的。而2013年左右，美国把精力从中东转移，突然发现中国已然强势崛起。在这个时期开始，中美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危险的螺旋之中。双方你来我往，韩国萨德系统，15年一带一路亚投行取得成果，威胁美国国际影响力。16年台湾问题，接着各种人权问题、贸易战、关税战，所谓的战狼外交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。中美关系已然进入大国之间的竞争状态，韬光养晦已经不合时宜，所以民族主义不再被压制，官方的态度再一次影响了民间的舆论，反美变成了正确，情况完全反转。事实上，民主主义这种东西几乎是刻在每一个人的骨子里的，是最古老的一种意识形态。压抑的越狠，后面只会越剧烈的爆发，以至于现在别说吹美国了，只要没有说中国完美，没有和其他人一起振臂高呼自己有多爱国，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被贴上反贼、收钱办事的标签。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所谓的爱国博主，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，在人群中挥舞，迅速吸引爱国受众，成为意见领袖。这句话说，民族主义被压抑，那么美吹公司出现；民族主义不受压抑，那么爱国博主出现。而民族主义受压抑与否跟他们无关，他们只是在吃官方赏的一口饭而已。